大家好，今天想借这个影片分享好久没有闲谈的部分，就是跟大家聊聊这阵子操作2台空拍机所遇到的不算有趣，但值得与同好分享的一些空拍的实际情况及感想。话说到合欢山空拍，才知道空拍机飞进雨雾的状况，机身跟机桨是会湿掉的。太早起床，一直将不要的画面录下，还不自知，回家看影片才发现。也有一次太专心做拉远画面的视觉效果，竟然让空拍机离高压电塔好近，而跟随功能也一直无法掌握，后来才知道要飞近一点才行。还有当下根本不知道河谷上有拉电线，直到回家看影片才惊觉，也庆幸自己当下没有硬要飞过去。买了空拍机，到太鲁阁空拍才知道姿态飞行是怎么一回事，而且自主练习是如此的重要。话说前一天终于赶在下午4点到达长春池，立马拿出空拍机空拍，但是遥控器一直提示处在姿态飞行模式，所以简单的飞行一下后就放弃继续空拍的念头。到了晚上才开始努力上网查询姿态模式的相关建议与知识，后来隔天一早7点在天祥附近空拍就比较有概念。不过10点多又到长春池空拍时，还是发生不小心将摇杆打错，完全不知道自己一直让空拍机往山壁瀑布方向飞去。还好自动避障功能救了我的 L2。此外，当下可能是往来飞行太久，最后还是被警察盘问，查看是否有按照规定向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申请空拍许可证。去龙洞空拍2次，因为怕不小心就血肉模糊，还是不敢单手接机，所以一直在找合适的起降地点。尝试操作缩时摄影也最后完全失败。到北埔才知道市区完全禁飞，本想空拍北埔慈天宫，最后只好转到南埔拍百分桥。到南庄向天湖附近才知道，不是所有的禁飞区都会显示，虽然它离乐山雷达站还有一段距离。加入脸书空拍红号社团是这么的重要，里面有好多空拍的知识和经验分享，都值得我们学习与效仿。空拍真的没有想象的容易，也非常的不轻松。前晚就要看天气，替空拍机充好电，还有构思取景的方向与内容，还要心中跟妈祖拜托，希望能保佑隔天飞行一切顺利。
此外，不时要跟上天抢时间，还要看老天的脸色，希望他风吹小一点，而且愿不愿意给我一个及时的佛光普照的光影效果。不然大老远跑一趟，能够拍的素材就会非常的有限。而且台湾法规罚得这么重，要好好的空拍，只能往海边跟山区跑。所以飞得最尽兴的3次是在南浦百分桥、巴黎13行文化公园和永安海滨公园那3次。由于之前有惨痛的空拍经验，所以这阵子的空拍方式都是非常的小心，也不想展现什么高超的操控技巧，动力绝对不会全开，飞行高度到60公尺就好，用三脚架模式飞行就好，重点在拍照录影，不是在耍特技。例如若去海边空拍，就在沙滩上飞行就好，毕竟如果空拍机不慎发生炸机情况，至少还能捡得回来。另外也学习用为海上飞行的方式空拍，让人误以为我是将空拍机飞到海面上拍摄的。此外，努力累积飞行时数，一点一点尝试各种智能飞行功能，也是常常在做的事情。毕竟飞一趟就多一趟的经验。例如飞 2PO， 就发现它能飞行的时间明显比 Air2 紧凑许多。所以不关遥控器电源，直接更换空拍机的电池是否可行？不然下次偶遇大景分秒必争的情况下，可能就会来不及完整拍摄。另外，低电力的时候，空拍机是否如预设的条件自动发出警告？这些都是必须找时间不断的实验与摸索，才能对自己手上的空拍机有更深入的认识。而这点跟我们画画的一样，买到一种新的材料，就要不断的使用，才能发现其潜在的可能性。所以最难的还是在要不断维持一定的手感，否则就会容易发生空拍意外。好不容易提心吊胆拍完后，剪片也是一个苦差事。例如空拍永安海滨公园，总共拍了20多分钟的影片，最后反复从中只剪辑出10分钟可看的部分，再进行文稿撰写与配乐工作，所以大概都要花上3天左右的时间，才能得以完成。所以每次上传的影片都是绞尽脑汁换来的心血。以上就是我所分享的内容，也谢谢你的观赏，我们下回见。